啊，幸亏我这儿还有点金疮药，这小兄弟的命算是保住了。顺利的话，半年之后可以完全康复。话说，这小子有点眼熟啊。大哥，这是前几天从酒楼里抢亲的那个小白脸啊！当时您在外面被群殴。你说谁被群殴？当时你一个人单挑江湖各路好汉时，这小子趁机从酒楼冲出去劫了花轿。不过，这小子有本事劫花轿，怎么又会被石头家的人抓住呢？哼，就他那本事还去抢亲，还不是被石家抓回去打得半死不活，也是废物一个。先不说这个了，你们看，这是我今早进城买早餐时发现的。祖女东方翠，年方20岁，温婉贤淑，才貌俱佳，自定于中土566年。东方家不是跟石头家联姻的吗？怎么又改成比武招亲了？不过，倒的确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啊！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，把那批嫁妆全部弄到手。看来不用多久，暹罗城就会暗涛汹涌了。花二哥，我想和你单独聊聊，请借一步说话吧。大哥，你看，两个大男人总喜欢说亲密的悄悄话，这似乎……小翠，大哥，这小子醒了。小翠，你在哪儿？这小子说什么呢？他好像在说什么小费。哎呦，这小子定是平日里烟花柳巷去多了，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还不忘记要给小费，果然是个风流种啊！哎呀，去！人家说的是小翠。昨晚从玩蛇的那儿偷听到，好像是这小子跟东方家的新娘打算一起私奔的。哎呀，这小翠姑娘私奔不成，还要被迫比武招亲，真是一对苦命的情侣啊。对了，我们可以捧这小子去参加比武招亲，正好可以帮他成亲，我们又能分到东方家的聘礼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呀！大哥，咱们不是都打算离开暹罗了吗？再说，就算参加比武招亲，就凭您的功夫，恐怕……本大爷正式宣布，我们不走了。有话快说，我可没耐心听。不，你还是闭上嘴好了。你这混蛋所说的每一句话里，都藏着无数阴谋诡计。哦，想不到名满大陆的花二哥也会这么说。我可以将这当作是你怕了我的证据吗？哼，其实我是想与你开诚布公的。有话直说吧，你这娘娘腔，这次又想怎么利用我？哼，花二哥说笑了，我只是想就暹罗城这次事端谈一谈。哼，昨晚的偷听，我们至少知道了一件事。这桩联姻的真相是石家与东方家用武器设计图交易，缔结同盟。可这件事本身很可疑。哼，有什么可疑的？石家这些年靠贩卖迷幻药趁势崛起，如今在大陆上的风头已是如日中天。为何石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家道中落的东方家来进行结盟呢？再者，双方这样大张旗鼓的结盟，必然会引起各大势力的高度关注。依我看，东方玄虎这个老狐狸，利用石家做了一次免费的宣传罢了。只可怜石大公子当了这场联姻的冤大头啊！如果把新娘换作是货物，联姻变成比武招亲，待价而沽的意义不变，只是买主变多了而已。东方家从头到尾都不会吃亏，这应该就是东方玄虎打的如意算盘。五弟、七弟，想必你们都已知道昨晚发生之事。东方老贼背信弃义，单方面解除婚约，信上要我们不计手段赢得比武招亲。比武？太好了，老大，我正愁着没地方活动筋骨呢。老五，大哥说话时不要插嘴。
提醒过你多少次了？哼哼，大哥放心，就算比武招亲，以咱们的实力取胜，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。这次比武招亲，其他几大宗族暂且不论，麦迪奇家作为我们石家的敌对势力，一定会来搅局的。嘿，那太好了，我正好想见识一下麦迪奇家的紫电弓。老五，你可别光知道玩，又把敌人放跑了。昨天是那小子耍赖，不然本大爷我早就少耍滑头了。要不是你放走敌人，老九的仇早就已经报了。哼，你昨天连个胖子都没抓住，还好意思说本大爷？够了！存替之事，等到比武招亲之后再说吧。这次为了确保比武获胜，老五、老七，我们三人全部参加，正好借此机会让世人知道，挡我石家者，杀无赦。现在七大家族的首脑都已明白联姻背后的含义，让石家失去了唯一买主的优势，货物变成有能者得之，那么招亲就是筛选买家的最好过程。只是石家与东方家结盟，仅仅是为了研发新武器而如此大费周章。哼，分析的不错呀。你既然说要开诚布公，那就先把你自己扮演的角色解释一下吧。哼，没问题。这枚白银印戒，想必花二哥应该认得。落英银印，你是麦迪奇家的人？哼，正是。家主序列物公子对宿敌石家的一举一动都很重视。我受命于公子爷，与青楼联盟接洽情报，负责处理此次事端。以序列物那小子的精明头脑，能招揽到元武郎这样的，倒也不足为奇。其实跟花二哥坦诚这些，是想请你助小弟一臂之力。哼，我有什么理由要帮你？你与公子爷本是旧识，凭着你们双方的情谊，相信你对麦迪奇家没有恶感。哼，相反，石家近年来的作为，以你的个性，相信反感已久。何不趁此之便，助我方一臂之力，让石家栽个大跟头？序列物应该告诉过你，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你想搅黄两家的结盟是你的自由，休想把我拉进来。哼，又要走了吗？难道说遇事逃避已经变成你的习惯了吗？捉弄的话，劝你以后不要再说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没有说错。你把所有人都称作废物，可是只懂得从这个醉乡逃到那个醉乡的你，和你口中的废物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才不过是打输1、2次而已。周姑娘，脸好痛，竟然被他的剑气扫中，幸好我凭着9药急速躲开了。啊！怎会？不是稍稍扫过，是根本没避开。这一剑，如果不是看在序列物的面子，绝对会砍断你白嫩嫩的脖子。要是挑上不该挑的对象，比起一般人，你们更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。不管深陷在什么计算里，他都能凭实力强行破局，不愧是号称天下英杰的人物。不过，如果在这里放弃，那才真是满盘皆输。花二哥，还要纠缠吗？你这娘娘腔胆子倒是不小。这一场是我准备不及，输的不服，还请二哥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真以为自己有实力接我一剑？如果就这么认输，我哪还有脸见公子爷啊？那不如死在这里好了。我掷出这枚印戒，花二哥向我发一剑，若是我接不下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纠缠你。想清楚再说，不然这次你的轻功再快，都救不了命。无妨，小弟不闪不避，只要稍有闪避，便算我输。此电弓，
序列物居然让你修炼辟世七神诀，你以为修炼了麦迪奇家的辟世七神诀就能接住我这一剑？没实际交手，一切都未成定论。麦迪奇家的人都是最好的赌徒。好，冲着七神诀，只要你能接我一剑不死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帮你对付石家。这小子想干什么？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。阿雷，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花儿哥，您出了一剑，我不死不伤，没离开过原地一步，蒙您赏脸，这次让我扳回了一局。你好卑鄙！我武功不及您，又很爱惜生命，当然只有耍小聪明的份儿了。哼，算你走了狗运。总算过了这关。哎呦，有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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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醒醒！脸好痛，身体也好痛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万马从身上奔腾过一样啊？哦，刚才好像是打雷了，正好在你所站的位置爆炸了。啊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这准是你平常总是做一些缺德的事情。刚才是什么声音啊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总之，这里不是阴曹地府。你小子运气不错，先在这里把伤养好吧。恩公在上，请受小人花若红一拜。哎，别拜，再乱动的话，伤口万一破裂，到时候你就真的需要人祭拜了。话说，那些石家的人为什么把你打成这样啊？我这次来仙楼，是为了我的未婚妻小翠。小翠，就是东方家这次要出嫁的族女吗？我跟小翠从小青梅竹马，本应该在今年成亲，谁知她却被东方家族认作族女，要强行嫁给石家。我虽然武功不济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落入虎口，所以才拼了命去抢亲。结果，花兄弟，只是伤势发作，让他休息一会儿吧。哎，我有个想法，横竖东方家现在都改办招亲，我们干脆捧这小子参加，得胜之后新娘归他，嫁妆归我们，既心安理得，又成全一桩美事。大家以为如何呀？捧他，大哥，你别忘了我们现在自身都难保，拿什么去帮他呀？大哥的意见很好啊，我倒是觉得大有可为呢。还是老三善解人意呀。我看这位小兄弟垂头丧志的，别说求亲了，就连求生的意志都大有问题，怎么带他去参加比武招亲啊？直接跟他明讲啊，只要他答应，事成之后嫁妆归我们，我们四兄弟就协助他赢得比赛，娶回新娘。不妥，这样一来，东方家会立刻把这新女婿踢出门去，到时候就人财两空了。而且，我们跟他非亲非故，他未必相信我们。
更何况，假如让他知道您的身份，单凭柳一刀的大名，一定吓得掉头就跑，什么都不用谈了。这倒是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小弟这边倒是有个计划，虽然有点危险，但既可以让我们抢到嫁妆，又可以让这位小兄弟娶到美娇娘，东方家又不会来找他追究责任，可谓是三全其美。只不过我需要3位兄弟配合我。